欢迎收听这次的探讨。今天呢，咱们一起深入看看你带来的这些关于日常中文交流的资料啊，特别聊聊这个，中国人怎么问候和关心别人健康。你可能也感觉到了，就几句简单的问候背后好像藏着不少门道，是吧？确实是这样。这些材料挺有意思的，它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窗口，让我们能看到语言里头那些挺微妙但又很关键的文化差异。怎么问候健康，听着简单，但在不同文化，甚至是就是说同一个文化的不同场景下，里面的学问还真不少。对。那咱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一起把这些材料里的精华梳理一下，帮你弄明白这些日常用语更深的意思。希望这次聊完，你以后在用中文表达关心的时候，会觉得更顺手，听起来也更地道、更暖心。那咱们现在开始。好啊，没问题，开始吧。好，那咱们先从一个可能很多学中文的朋友都琢磨过的问题说起吧，就是为什么我们最早在课本上学的那个你好嘛，在现实生活中好像并不像英文里 Hello, how are you 那么常用，有时候甚至感觉有点别扭。对，这点材料里也提到了“你好吗”这三个字啊，在很多就是真实的中文对话场景里面，会显得有点怎么说呢，过于正式了，甚至有点距离感，少了点人情味儿，听起来是有点像生硬的翻译。我也这么觉得。材料里甚至还设想了一个场景，你想想，如果一个挺熟的朋友突然特别严肃地问你好吗？你心里是不是会咯噔一下？会不会觉得是不是有啥大事要发生了？确实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它缺少那种日常交流里该有的那种松弛感和亲近感。所以呢，我们一般会更倾向于用一些更自然的、更融入生活的方式来打开话匣子。同时呢，也悄悄地把关心给递出去了。那这些更不着痕迹的方式，具体有哪些呢？我看你分享的资料里整理了好几个，都特别普遍，也很有代表性。比如说，最近怎么样？对，最近怎么样？这个确实非常实用，也很自然。它就像个万能钥匙，话题可大可小，工作啊、生活啊都能聊。很自然的呢，也就覆盖到了对方的整体状态。如果你看朋友好像有点累，问一句最近怎么样，对方很可能就接上了，最近有点累，或者聊点别的。确实很万能。还有一个，那可真是可以说是中国问候语里的活化石了，尤其是在饭点前后碰到熟人，常说的那句吃饭了吗？材料里也重点说了这个。这个太经典了，真的。材料里也描述了不少刚来中国的外国人，一听这个可能有点懵，会以为对方是真的在问自己这顿饭到底吃了没，甚至会猜，这是不是要请我吃饭呢？哈哈，是的，是的，这个误会还挺常见的，也情有可原。要理解它，可能得往深一点的文化背景里去看看。没错，没错。材料给的解释是，这个跟历史有关系。你想啊，在过去那个年代，物质不是那么丰富，吃饱饭是天大的事儿啊。它是一个人生活安稳、身体还行的最基本象征。所以问一句吃饭了吗？那是最实在、最根本的一种关心了。有道理。那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也有点变化了？感觉好像跟过去那种强调温饱不太一样了。是的，它的功能可以说发生了演变。现在呢，它更多成了一种带着温度的习惯性问候，像一个确认你还好吧的信号，有点像英文里的 How are you， 但比它多了几分咱们中国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它的潜台词可能是，嘿，我看到你了，我这惦记着你呢。这个解释很形象。除了这两个，还有一个在同事之间或者朋友之间用的也特别多的，就是最近忙不忙？对，最近忙不忙也是个很自然的开场，尤其是在工作的地方碰到同事，或者跟有时间没见的朋友重新联系上的时候，就这简简单单几个字，对话就开始了，也顺便表达了关心。从对方怎么回答，大概也能听出来他最近是啥节奏，状态怎么样。这么一梳理就清楚多了。所以总的来看啊，
就是对关系比较普通的朋友、同事，我们好像不太会特别直接的去问你健康吗这种问题，关心往往是比较含蓄的，有点润物细无声的感觉，藏在最近怎么样、吃饭了吗、忙不忙这些听起来很平常的问候里头。对，可以这么理解。这其实反映了一种文化上的沟通习惯吧，就是在日常社交这个层面，表达关心的时候，倾向于委婉一点儿，不给对方造成什么压力。好的，那刚才咱们聊的是比较普遍的日常打招呼，但是材料也特别敏锐地指出来了，这个交流啊非常看对象，对不同的人，你关心的方式、直接的程度可能就很不一样了。比如说，面对家里的长辈，或者去探望生了病的朋友，那这个关心的表达就需要更一步，也更直接一些。哎，这你抓到关键了。这背后是中国人际交往里一个挺重要的原则，就是得体。俗话说就是看人下菜碟儿。咱们先看看对长辈这个情况，材料里举了个例子挺好的，比如你去看爷爷奶奶，总不能还问最近怎么样，这么笼统吧？那应该怎么问比较合适呢？材料里的建议是，不妨就更直接的切入主题，比如问奶奶，您最近身体怎么样？或者再具体一点，爷爷，您最近腿脚还利索吗？这里头啊有2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你得用敬称您，这是基本的尊重。第二呢，要直接问候身体，这个恰恰是长辈们自己最关心的话题。哦，那为什么对长辈就可以，甚至说应该这么直接的问健康啊？这跟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日常问候的含蓄好像有点不一样啊。这是个好问题。关键在于啊，老年人他们自己对健康的关注度本身就非常高，年纪大了嘛，身体状况自然就成了他们生活的重心。你直接问候他们的身体，其实是主动走进了他们最在意也最愿意聊的那个领域。这会让他们觉得你这个孝顺呢，不光是给钱买东西，更是花时间真正关心他们的健康和感受。我记得材料里好像有个奶奶的回应就挺典型的，晚辈问她身体怎么样，她就说挺好的，就是最近天儿变了，那个膝盖有点不得劲儿。然后这个对话就可以很自然的接下去，提醒她注意保暖什么的。正是这样，正是这样。这种具体的问候，还要后面跟着个关心，就让长辈觉得你不是在走过场，是真的在听，真的在乎。而且啊，对长辈的关心，除了直接问身体状况，材料还提到了一个挺重要的方面，就是结合天气、季节变化给提醒。对对对，这个特别常见，也特别能体现出贴心。就像材料里写的，夏天提醒爸妈，哎，天热了注意别中暑；冬天就叮嘱他们降温了啊，多穿点儿，当心着凉。话虽然简单，但对长辈来说，这种持续的融入到日常生活里的关心特别受用。是的，这是一种细水长流的关爱。好，聊完了长辈，咱们再转到另一个场景。要是朋友生病了，该怎么表达关心呢？这个时候啊，材料就指出来了，关心既要直接，又得特别注意那个真诚度。朋友不舒服了，肯定不能再用最近怎么样打哈哈了。那材料建议怎么做比较好呢？材料里提供了一个挺不错的说法，比如说，你可以发个信息或者打个电话问，听说你生病了不舒服，现在感觉好点了吗？这个问法呢，它有2好处。第一，表明你已经知道了情况；第二，你直接关心的就是他恢复的怎么样了。好点了吗？这个问法确实挺直接，也挺温暖的。那如果关系再近一点呢，是不是可以再多问问？当然了，如果关系特别好，是铁哥们儿或者好闺蜜，那完全可以接着问，要不要紧呢？去看医生了没？这样能表达更深一层的关切。然后呢，就有可能引出那句让好多学中文的朋友觉得，哎呀，既熟悉又有点哭笑不得的神句：多喝热水。哈哈，我就知道他要来了。多喝热水。材料里对这句话的讨论还挺深入的，好像不光是外国人觉得奇怪，很多中国年轻人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这话有点像废话，有点敷衍。是的，这个梗现在流传很广。但是材料分析的特别有意思，他认为啊，问题往往不在于多喝热水这4个字本身，而在于你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语气、态度，还有
就是你有没有伴随实际行动的那个意愿。哦，这倒是点醒了我。确实，同样一句话说出来，效果可能差很多。对，你提供的材料解释得很到位。如果你就是冷冰冰的在微信上敲下“多喝热水”4个字发过去，那确实容易让人觉得，你就是在应付事儿。但是如果你的语气里充满了关切，比如说，啊，怎么搞的？严重不？身边有人照顾吗？那你可一定要多喝点热水，好好休息啊。这种带着点急切和担心的口味说出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语气的温度确实很重要，但这好像还不够，对吧？对，更关键的是，材料也强调了，真正的关心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说完多喝热水，好好休息之后，如果你能紧接着问一句，或者主动提出来，需不需要我帮你买点药或者送点吃的过去啊？或者有啥需要搭把手的，你随时跟我说。这种愿意付出行动的姿态，才能让朋友真切地感受到支持和温暖，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明白了。所以说，对生病的朋友，一个比较有效的关心策略大概是：先问候恢复情况，好点了吗？然后带着真诚的语气叮嘱，多喝热水，注意休息。最后呢，一定要主动表示可以提供帮助，需要帮忙吗？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才算是比较周全了。没错，关心要真诚，也要有行动力。好的，刚才咱们花了不少时间讨论怎么问候健胖，材料的视角还挺开阔的。他接着又探讨了这些问候方式背后，其实折射出了不同的健康观念，特别是提到了咱们中国文化里这个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的一些碰撞和融合。是的，这里就引入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传统概念——养生。这个词咱们经常听到，但具体怎么理解养生呢？它到底指什么？养生，你看字面意思就是保养生命，它是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理念。它强调要顺应自然的规律，通过调整饮食啊、作息啊、情绪啊，还有适度的锻炼这些方式，来维护身心的和谐，追求健康长寿。材料里提到的那位奶奶，她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她会强调早睡早起，觉得人的作息要跟着太阳走。还会根据一年四季的变化来做食补。食补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材料解释说，就是相信通过吃某些特定的食物，能调理身体，达到滋补或者改善某些小毛病的效果。比如冬天喝点羊肉汤能暖身子，感觉有点上火就喝点绿豆汤清热什么的。对，这背后其实就是传统中医里讲的药食同源的思想，认为食物和药物在一定程度上功效是相通的，这是偏传统的一派。而材料里呈现的另一种观念呢，就带有更强的现代色彩了，咱们可以管它叫健身。对，这种观念好像更依赖科学方法和数据。材料里描述了相关的行为，比如用智能手环监测睡眠、心率，用手机 App 计算吃了多少卡路里，还有去健身房做很系统的力量训练和有氧运动，更关注什么肌肉量啊、体脂率啊这些可以被精确测量的指标。说身体好比一辆汽车，它需要定期的检测、精准的保养，通过规律锻炼和科学营养来保持最佳的运行状态。这么一说，这两种观念听起来侧重点确实很不一样。一个好像更强调整体感觉，顺应自然，要用心去体会身体发出的信号；另一个呢，则更强调局部数据，主动干预，要用科学指标来指导行动。那他们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呢？确实，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张力。比如说，传统养生可能更依赖经验和主观感受，而现代健身呢，则更信赖客观数据和实验验证。但最有意思的是，材料最后的一个观察，就是说这两种观念其实并非水火不容，反而在咱们现代生活中完全可以找到结合点。哦，是吗？那怎么结合呢？我觉得材料的观点很有启发性，就是说养生和健身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你完全可以采纳科学的健身方法来锻炼你的体能，提升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但同时呢，也要借鉴养生的智慧，比如学会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感觉累了就及时休息，而不是说只盯着运动指标看，硬撑着。很有道理。
就像材料里举的例子，冬天你可以喝奶奶熬的暖身鸡汤，这算是食补，对吧？但这并不妨碍你在健身之后喝一杯科学配比的蛋白粉来帮助肌肉修复，这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服务。说得太好了，归根结底啊，无论是遵循传统的养生之道，还是拥抱现代的健身理念，最终的追求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切的基础。材料最后引用的那个比喻，我觉得真是画龙点睛之笔。是哪个比喻？就是说，健康啊，是站在人生这个算式最前面的那个一，而你的财富、成功、名望、幸福等等，都是跟在它后面的那些零。一旦没有了健康这个一，后面就算有再多的零，也都没有意义了。哇，这个比喻确实非常深刻，一下子把健康的核心价值点出来了。是，你看，理解怎么恰当的谈论和关心健康，它不仅仅是学几句中文那么简单，它更关乎我们怎么看待生命本身，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好了，那今天我们参照你带来的这些材料，一起深入的聊了聊，中国人问候健康的各种方式，还有他们背后的文化意涵，信息量确实不小啊。是啊，咱们从日常的最近怎么样、吃饭了吗、忙不忙这些比较含蓄的问候开始聊，也看到了他们在现代生活中的一些演变和它所承载的意义。对，然后我们又区分了不同情境下的表达方式。对长辈呢，要用敬语，直接问您身体怎么样啊，还要加上一些时令的提醒。对生病的朋友呢，则要更直接的问好点了吗，并且要用诚恳的态度说多喝热水，关键是还要主动提出能帮上忙。最后呢，咱们还探讨了这些问候方式背后关联的更深层次的健康观，比如传统的养生、食补和现代科学的健身理念，以及它们之间其实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融合、互为补充的这种可能性。是的，希望通过咱们这次的讨论，能让你更深切地体会到，语言啊，它不仅仅是符号和规则的组合，它是有温度的，是传递情感、表达关怀、构建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桥梁。希望下次你在用中文问候别人健康的时候，能感觉更自如，也更能触动人心。没错，当你能把握住这些细微之处的时候，你的中文表达一定会更加地道，也更能体现出中国人讲究的那份人情味儿。那么，在咱们这次探讨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想把一个问题留给你，让你琢磨琢磨，在你自己的文化背景里，人们通常是怎么问候健康的呢？是偏向直接还是含蓄？会不会也因人而异？再往深一步说，关于健康本身，你个人是更倾向于顺应自然的传统养生，还是更信赖科学数据的现代健身？或者你是不是已经在实践某种融合了两者优点的独特方式呢？这或许是一个值得你继续玩味和探索的有趣话题。期待这些思考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这次的探讨对您有实在的帮助。期待下次有机会再和你一起深入探索新的知识领域。